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你手里负责的到底是什么项目？人力资源部的张经理，一个总是面带职业微笑的女人，此刻的笑容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和探究。她的身后站着部门总监王军，一个刚刚在会议室里宣布裁掉林涛的人，眼神躲闪，似乎不敢与林涛对视。林涛没有停下收拾东西的手，他将最后一盆绿萝放进纸箱，动作平稳地像是在打理自己的花园。他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扫过两人紧张的脸。明天，林涛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回荡在空旷的办公区里。明天就知道了。说完，他抱起纸箱，在全公司同事或同情，或好奇，或幸灾乐祸的目光中，转身走向电梯，没有一丝留恋。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林涛出生在北方一座典型的重工业小城，他的父亲是钢厂的老技术员，母亲是厂里的会计，两人都是最本分老实的职工。林涛的童年记忆总是伴随着钢厂高炉的轰鸣和空气中淡淡的铁锈味。他家的房子是厂里分的，一个老旧的筒子楼，邻里之间谁家晚上多炒个菜都能闻得一清二楚。父母对他寄予了全部的希望。父亲常说，他这辈子就跟钢铁疙瘩打交道了，没什么大出息，希望林涛能跳出这个地方，去大城市做点干净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林涛从小就懂事，不爱说话，但脑子特别好使。别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他已经能把家里收音机拆了又原封不动地装回去。上学后，他的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他不死读书，总喜欢琢磨些课本以外的东西。高中的时候，他用省下来的零花钱买了零件，自己攒了台电脑，这在当时的小城里是件了不得的大事。高考那年，他不负众望，以全市理科状元的身份考上了国内顶尖的计算机专业。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不善言辞的父亲喝多了，拉着他的手，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儿子有出息了。大学4年，林涛依旧是那个沉默寡言但技术过硬的学霸。毕业后，他顺利拿到了启创科技的录用通知。启创科技，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巨头，是无数计算机专业学生梦寐以求的殿堂。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踏入启创科技那栋宏伟的玻璃幕墙大厦时，内心涌起的激动。他在这里一干就是8年，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应届生，做到了高级工程师，成了别人口中的技术骨干。他用公司的贷款，在这个1线城市付了首付，买了房。他娶了大学时就在一起的女友苏晴，一个温柔贤惠的南方姑娘。2年前，他们可爱的女儿乐乐出生了。一个标准的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家庭就此构成。林涛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平稳地走下去，直到退休。他为人低调，不喜交际，信奉技术至上，觉得只要把手里的活干好，就能在公司安身立命。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经常加班到深夜。同事们都说，林涛这个人就是个技术宅，除了代码，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从不参与办公室政治，也从不拉帮结派。他觉得那些事情虚无缥缈，远不如一行行代码来的实在。可他忘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林涛的顶头上司，部门总监王军，是个和他截然相反的人。王军技术出身，但技术早已荒废，他更擅长的是向上管理和向下压榨。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开会、写 PPT，揣摩上级的意图。对于林涛这种只会埋头干活的技术人员，王军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把他当成一头好用的牛。活林涛干，功劳王军领，出了问题自然也是林涛背锅。几年来，王军踩着林涛和部门里其他技术人员的成果，一路高升，做到了总监的位置。林涛不是不知道这些，但他性格如此，不愿与人争辩。他觉得，只要自己的技术能力在哪里都有饭吃。直到半年前，公司成立了一个全新的项目，代号极光计划。这个项目旨在开发一套底层的操作系统，一旦成功，将彻底摆脱国外技术的掣肘，对公司的未来战略意义重大。但这个项目难度极大，风险也极高，属于高投入、长周期的类型，短期内根本看不到收益。公司高层对此也意见不一，最后只是象征性地拨了一小笔预算，成立了一个边缘团队去尝试。王军对这个项目嗤之以鼻，觉得是谁接谁倒霉的烫手山芋。他把这个任务像丢垃圾一样丢给了林涛。林涛啊，这个项目公司非常重视，我觉得只有你这样的技术大牛才能担此重任。王军在部门会议上说得冠冕堂皇，林涛却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轻蔑和算计。可出乎王军意料的是，林涛竟然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甚至林涛的眼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兴奋。从那天起，林涛就成了公司的边缘人。他带着2个刚毕业的实习生，被分到了办公区最偏僻的角落。王军不再给他分配任何主流业务，部门的会议也几乎不再通知他。林涛似乎被整个部门遗忘了，他毫不在意。他一头扎进了极光计划里，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他查阅了海量的资料，写了上百万行核心代码，带着2个实习生没日没夜地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这半年，他几乎是以办公室为家。妻子苏晴偶尔会抱怨几句：“你现在怎么比以前还忙？那个新项目就那么重要吗？”林涛只是抱着女儿，笑着说：“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苏晴看着他眼中的光芒，那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炽热而专注的光。他便不再多问，只是默默地为他准备好每晚的夜宵。林涛知道，王军在等着看他的笑话。整个公司几乎没有人看好极光计划，大家都觉得这是林涛职业生涯的终点。只有林涛自己知道，他正在铸造一把什么样的利剑。公司的冬天比天气预报里的寒流来得更早一些。降本增效4个字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启创科技大厦的上空。关于公司要进行大规模人员优化的传闻，从年初就开始了。一开始大家还只是当八卦听听，但随着一些业务线的裁撤和高管的变动，恐慌开始蔓延。每个人都变得小心翼翼，走路都踮着脚尖。办公室里，往日的闲聊和下午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只有敲击键盘的声音此起彼伏。每个人都想在裁员名单公布前，证明自己是不可或缺的。王军变得比以前更加忙碌，他频繁地找高层领导汇报工作，每天都在精心打磨他的 PPT， 试图把他手下那点平庸的业绩描绘成一朵花。对于林涛的极光计划，他更是提都懒得提。在他看来，这个项目没有任何可以汇报的亮点，反而可能会因为投入产出比过低
而影响他对整个部门的绩效评估。林涛依旧是那个局外人，他似乎对周围紧张的气氛毫无察觉。他依然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他的全部心神都沉浸在极光的世界里。经过半年的奋战，整个项目的核心架构已经搭建完成，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林涛知道，距离成功只差最后的一步。他需要一次大规模的内部测试，来验证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为此，他写了一份详细的测试申请报告，递交给了王军。王军看都没看，就把报告扔到了一边。测试？现在整个公司都在缩减开支，哪有资源给你搞这个？王军的语气充满了不耐烦。再说了，你这个项目搞了半年，连个影子都没看到，还想要资源？别做梦了。林涛平静地看着他。王总监，这个项目只需要最后一次测试，一旦完成，它的价值……行了行了。王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别跟我谈什么价值，我只看得到成本。这件事不用再提了。林涛沉默了。他没有再争辩，转身离开了王军的办公室。他知道王军已经彻底放弃了他和极光计划。那天晚上，林涛回到家，女儿乐乐已经睡着了。妻子苏晴给他端来一碗热汤。最近公司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看你好几天都心事重重的。苏晴担忧地问。林涛喝了一口汤，暖意从胃里升起。没事，就是项目上遇到点小麻烦。他不想让家人担心。房贷下个月又要还了，乐乐的早教班也该续费了，你一个人压力太大了。苏晴叹了口气。放心吧，一切有我。林涛拍了拍妻子的手，眼神坚定。苏晴看着丈夫，点了点头，但眼里的忧虑并没有散去。夜里，林涛躺在床上，毫无睡意。他看着窗外的月光，脑子里在飞速运转。既然公司内部的路走不通，那就只能用他自己的办法了。他拿起了手机，拨出了一个许久没有联系过的号码。电话接通后，他只说了一句话：“学长，我准备好了。”裁员的通知是通过一封名为《关于未来发展的沟通》的邮件发出的。收到邮件的人需要在指定时间去指定的会议室沟通。这套流程，每个起创的员工都心知肚明。当林涛的电脑右下角弹出这封邮件时，他正在编写最后一行代码。他看了一眼发件人人力资源部，然后他平静地将那行代码敲完，点击了保存。与周围同事投来的同情目光不同，林涛显得异常镇定。他甚至还有心情将桌上的绿萝浇了一遍水。会议室里坐着人力资源部的张经理和总监王军。流程和林涛想象的一样，冰冷的官方说辞，毫无说服力的理由。公司因为业务架构调整，需要对部分岗位进行优化。你在公司的这些年，我们也是认可的，但是……王军全程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手机，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林涛没有打断他们，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像在听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直到张经理把那份印着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文件推到他面前。如果你没有异议，就在这里签字吧。林涛拿起笔，看都没看，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林涛。一直沉默的王军，这时忽然抬起了头。你手里的那个项目，资料都整理一下，交接给小李。好。
林涛点了点头。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回到工位，解约的消息已经在部门里传开了。同事们围了上来，有的表示惋惜，有的假意安慰。林涛微笑着一一致谢，然后开始默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他的私人物品不多，一个水杯、几本书、一盆绿萝，很快就装满了一个纸箱。他将电脑里的个人文件彻底删除，然后开始整理极光计划的项目资料。他并没有按照王军的吩咐，将资料交接给任何人。他只是将所有的核心代码和设计文档进行了最高级别的加密，然后存进了一个小小的 U 盘里。他把 U 盘放进了口袋。做完这一切，他站起身，准备离开这个奋斗了8年的地方。就在这时，王军和张经理行色匆匆地走了过来。王军的脸色有些难看，似乎刚刚接到了什么让他不安的电话。张经理脸上职业性的微笑也显得有些僵硬。林涛，等一下。张经理开口了。林涛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们。你手里负责的到底是什么项目？张经理紧紧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道。这个问题让周围的同事都愣住了。一个要被裁掉的员工负责的边缘项目，人力资源经理和部门总监为什么会突然如此紧张？王军的额头上甚至渗出了一层细汗。林涛看着他们，嘴角忽然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他将最后一盆绿萝放进纸箱，动作平稳得像是在打理自己的花园。他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扫过2人紧张的脸。明天，林涛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回荡在空旷的办公区里。明天，整个公司都会知道的。说完，他抱起纸箱，在全公司同事或同情、或好奇、或幸灾乐祸的目光中，转身走向电梯，没有一丝留恋。抱着纸箱走出启创科技大厦，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林涛眯了眯眼睛，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没有愤怒，没有失落，内心反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轻松，就像一个背负了沉重枷锁许久的囚犯，终于获得了自由。他没有马上回家，他抱着箱子，像一个普通的下班族一样，汇入了拥挤的地铁人流。地铁里，人们表情麻木，眼神疲惫，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林涛看着车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忽然觉得过去8年的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回到家时，天已经快黑了。妻子苏晴正在厨房做饭，女儿乐乐在客厅的地垫上玩积木。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苏晴从厨房探出头，笑着问。看到他怀里的纸箱，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这是怎么了？林涛把箱子放在玄关，换上拖鞋，走过去抱了抱妻子。公司结构调整，我被优化了。他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了这个消息。苏晴的身体瞬间绷紧了，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怎么会这样？那房贷怎么办？乐乐的学费怎么办？一连串现实的问题像子弹一样射向林涛。别担心。林涛轻轻拍着他的背，声音沉稳而有力。都交给我，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甚至会比以前更好。苏晴抬起头，看着丈夫坚定的眼神，那不是在故作镇定，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她的心莫名地安定了一些。晚饭的气氛有些沉闷。吃完饭，林涛像往常一样陪女儿玩耍，给她讲故事，哄她睡觉。等女儿睡熟后，他才回到书房，
打开了自己的私人笔记本电脑。他没有去投简历，也没有去浏览招聘网站。他打开了一个加密的通讯软件，上面只有几个联系人，其中一个头像亮着。林涛发过去一条消息：“我出来了。”对方很快回复：“恭喜，东西都带出来了吗？”“都在。”“好，等我消息。”林涛关掉软件，靠在椅子上，目光投向窗外的万家灯火。他知道，从他签下解约协议的那一刻起，棋盘上的棋子就已经开始按照他的剧本移动了。启创科技，王军很快就会明白，他们今天放弃的究竟是什么。他安静地坐了很久，直到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短信，来自一个陌生的号码，内容很短：“明早9点来我办公室，地址发你了。”发信人的落款是一个足以让整个国内科技圈都为之震动的名字。林涛删掉短信，脸上露出了计划得逞的笑容。他正准备关掉电脑去休息，门铃却在这时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叮咚，叮咚，急促的门铃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突兀。苏晴从卧室里走出来，疑惑地问：“这么晚了，会是谁啊？”林涛也皱起了眉头，他不记得有约过什么人。他走到门口，通过猫眼向外看去。楼道里站着2个穿着黑色西装的陌生男人，表情严肃，身形笔挺，看起来不像是普通人。而在他们身后的小区道路上，几辆黑色的轿车安静地停靠在路灯的阴影里，车牌号很特殊，是普通人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序列。林涛的心猛地一沉，门铃声还在执着地响着。其中一个男人似乎察觉到了林涛在门后的窥视，他抬起头，目光精准地对上了猫眼，沉声开口。声音透过厚重的防盗门，清晰地传了进来：“林涛先生吗？我们老板想见您一面，现在。”林涛的镇定让苏晴感到一丝安心，但门外2个男人的气场实在太过强大，一看就不是普通职员。他紧张地抓住了林涛的胳膊，林涛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然后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房门。“林涛先生，晚上好。”为首的男人微微鞠躬，语气极为客气，递上一张烫金的名片：“我是天盛集团董事长办公室的专员，我姓李。我们老板马天成先生想请您现在过去一叙。”天盛集团，马天成，这2个名字对于任何一个在国内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人来说都如雷贯耳。天盛集团是启创科技在国内唯一的，也是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而马天成则是亲手缔造了这个商业帝国的传奇人物，以眼光毒辣、决策果断而著称。苏晴虽然不懂行业，但也听说过这个名字，她捂住了嘴，满脸的不可思议。林涛的心脏猛地一跳，但他瞬间就明白了。他拨给学长的那个电话起作用了。他的那位学长几年前被王军排挤走之后，就去了天盛集团，如今已是天盛的核心高管。那个电话就是他发出的信号。找我有什么事？林涛故作平静地问道。李专员微笑着说：“为了一件足以改变行业格局的大事，马先生已经在等您了，车就在楼下。”林涛回头，捧着妻子的脸，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别怕，不是坏事，是天大的好事，一个改变我们一生的机会。”他安抚着妻子：“相信我，等我回来，一切都会不一样了。”说完，他毅然转身：“请带路吧。”
苏晴站在窗边，看着林涛坐进了一辆他只在杂志上见过的、价值不菲的黑色迈巴赫轿车。车队悄无声息地滑入夜色，汇入城市的车流。她意识到，丈夫所说的不一样，可能远比她想象的要更加彻底。车子最终停在了一家私密性极高的顶级会所门前。林涛被直接带到了顶楼的一间书房。一个身穿中式上衣、气场强大的男人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脚下城市的璀璨夜景。他转过身，正是马天成。林涛，我等你很久了。马天成的声音洪亮，眼神里充满了欣赏，完全没有顶级富豪的架子。你的学长周毅在我面前把你夸成了一个百年一遇的天才。他说你手里有个项目，一旦成功，就能让启创科技领先我们10年。马天成开门见山，但他也说，启创科技那帮官僚根本不识货，把他当成了垃圾。林涛没有说话，只是将那个 U 盘拿了出来，连接到书房的演示设备上。马总，请看东西吧。接下来的1个小时，林涛详细地展示了极光计划的商业价值。他没有谈那些虚无缥缈的家国情怀，只谈最实际的商业应用。它是一套可以完美兼容现有主流应用的底层操作系统。一旦应用在天盛集团的手机、智能家居、云计算等所有硬件和软件产品上，将会形成一个强大而封闭的生态系统。天盛将彻底摆脱对国外系统的依赖，每年可以节省下数十亿的专利授权费用。更重要的是，天盛将拥有独一无二的用户体验和技术壁垒，这是启创科技无论花多少钱都无法追赶的。启创科技的现任 CEO 张建民是个财务出身的守成之人，而你的总监王军不过是个会写 PPT 的蠢货。马天成听完，一针见血地评价道：他们看不到未来，只看得到眼前的财报。把黄金当石头扔掉，是他们这群人必然会犯的错误。他站起身，走到林涛面前，眼神灼热。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天盛集团将注资100亿，成立一家全新的独立子公司，来运作极光项目。这家公司由你来担任 CEO， 拥有独立的决策权和人事权。同时，我个人再给你这家新公司10%的原始股份。马天成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重磅炸弹。100亿注资，独立子公司 CEO，10%的原始股。这对于任何一个打工者来说，都是一步登天的神话。我只有一个要求。马天成盯着林涛，1年之内，我要看到搭载极光系统的第一款手机出现在市场上，并且要彻底击败启创科技的旗舰产品。林涛的血液沸腾了，这才是他想要的舞台，这才是能够让极光绽放万丈光芒的舞台。马总，林涛伸出手，合作愉快。第2天上午9点半，就在启创科技的股价因为莫名的恐慌情绪而开始下跌时，天盛集团突然宣布召开紧急战略发布会。发布会通过全网直播，吸引了所有财经和科技媒体的目光。聚光灯下，马天成亲自站上演讲台，精神焕发。他没有讲任何废话，直接抛出了一个震撼性的消息。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宣布，天盛集团将正式启动极光战略。我们将用我们自主研发的极光 OS 构建一个属于未来的全新生态。紧接着，他向所有人介绍了一位新的面孔。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极光 OAS 缔造者，也是我们天盛集团新成立的极光科技子公司的 CEO 林涛先生。当林涛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从幕后沉稳地走到台前时，整个启创科技的大楼里，所有看到直播的人都石化了。尤其是林涛所在的那个部门，昨天还被他们当成失败者一样同情的对象，今天却以一种王者归来的姿态，站在了竞争对手的发布会 C 位。那份自信，那份从容，与昨天那个抱着纸箱的落寞背影判若两人。市场的反应比任何人都要快。消息公布的瞬间，天盛集团的股票直线拉升，瞬间涨停。而启创科技的股票则在深渊里又被人踹了一脚，死死地封在了跌停板上。所有投资人都明白了，启创科技不是运气不好，而是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灾难性的战略错误。他们把能决定公司未来命运的核武器亲手送给了最强大的敌人。启创 CEO 张建民的办公室里传出了他气急败坏的咆哮声：查！给我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项目我们内部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而王军的工位上，他的电话正在疯狂响起，全是总监办公室打来的。他看着手机屏幕，双手抖得像筛糠，冷汗浸透了他的衬衫。他知道昨天林涛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明天整个公司都会知道的。是的，现在全公司乃至全中国的投资人都知道了，知道了他是怎样一个有眼无珠的蠢货。王军的职业生涯在天盛集团发布会结束的那一刻就彻底终结了。他被 CEO 张建民叫进办公室，狗血淋头地痛骂了半个小时。他试图辩解，说林涛从未汇报过项目的重要性，但张建民直接将一份调查报告甩在他脸上。那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林涛在1个月前就提交了最终测试的申请，但被王军以节约成本为由直接驳回，证据确凿，无可辩驳。王军被当场开除，没有任何赔偿，并且公司法务部宣布将以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和声誉损失为由，对他提起诉讼，追讨赔偿。王军失魂落魄地走出启创大厦，迎接他的是彻底的毁灭。他的名字已经在整个行业的猎头黑名单里变成了愚蠢和短视的代名词。启创科技的灾难还在继续。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愤怒的股东们一致要求 CEO 张建民必须为这次史诗级的决策失误负责。最终，张建民被迫引咎辞职，黯然离场。启创科技试图发起对林涛的诉讼，指控他窃取公司知识产权。但天盛集团强大的法务团队早已做好了万全准备。他们拿出证据，证明极光计划在启创内部从未被正式立项，资源投入几乎为零，大部分核心代码都是林涛在业余时间完成的。这场官司，启创科技打得灰头土脸，不仅没能赢，反而向外界暴露了更多内部管理的混乱和对技术人才的漠视，成了业界的笑柄。风暴的中心，林涛却异常平静。拿到天盛集团支付的巨额签约金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清了房贷。然后他带着苏晴走进了一家高端汽车品牌的展厅，买下了一辆他曾经只敢在梦里想一想的豪华 SUV。他又带着他来到了本市最贵的一个楼盘，
全款买下了一套可以俯瞰全城江景的大平层。当苏晴拿着那串沉甸甸的钥匙时，仍然感觉像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这只是个开始。林涛握着他的手，看着远方的天空，眼神无比坚定。1年后，国家会议中心，天盛集团极光 OSG 新款旗舰手机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全球的媒体和科技爱好者都聚焦于此。林涛作为主角，站在舞台中央。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工程师，而是一位充满魅力的科技领袖。他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向世界展示着极光 OS 的强大、流畅与安全。当他宣布所有搭载极光 OS 的天盛设备将永久性的比竞争对手快上一步时，全场沸腾了。发布会结束后，新款手机的预订量在10分钟内就突破了500万台，创造了行业的新纪录。天盛集团的市值也在这天历史性的超越了启创科技，成为了行业新的霸主。发布会后台的休息室里，林涛和他的学长周毅各自倒了一杯香槟。干得漂亮！周毅举起杯，说实话，1年前我都不敢想我们能做到这个地步，这才刚刚开始。林涛与他碰杯，一饮而尽。他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夜晚的北京。在远处，启创科技那栋曾经让他仰望的总部大楼，此刻的灯光显得有些暗淡。还在想启创的事？周毅走到他身边，问道。林涛摇了摇头，笑了。一个亲手把自己未来扔进垃圾桶的公司，不值得我再多花1秒钟去想。他的目光越过那栋大楼，投向了更远、更深邃的夜空。我没时间回头看，林涛轻声说，因为我的面前是整个星辰大海。窗外，城市的灯火汇成了一条璀璨的银河。而林涛知道，他亲手点亮的那道极光，将是这片银河中最耀眼的一颗星。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